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鬼故事的世界赞助播出，在这里可以免费看我写的小说哟。大头儿子天真可爱的形象一直受人欢迎，是一代人心中的回忆。但是作为猎奇爱好者，你是否听说过诡异版大头怪婴的民间传说故事呢？一个晴朗的早晨，随着一声尖叫声，一名可怕的婴儿在香港西区的国家医院出事了。当这名婴儿从产道爬出的那一刻，接生的护士当场就被吓得摔倒在地，因为这名婴儿实在太吓人了。他的头部比常人大3倍，整个脑袋如同皱巴巴的纸巾层层摞在一起，身躯却只如常人一般，带着新生儿的紫红色。他的眼睛还是闭着的，却能够准确无误地朝着众人的方向爬来，咧着嘴阴森森地笑着，一边笑还一边朝着护士们发出类似猪的哼叫声。接产医生们发现这名婴儿如此诡异，似人非鬼，都害怕的后撤。随着这名婴儿距离众人越来越近，有胆大的女助手想阻止婴儿的前进，企图抓住并制服这个小小的婴儿。但令人惊悚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婴儿张大嘴巴，露出数排密密麻麻且面女助手的哭泣尖叫后，迅速派人赶来。到达的6个警卫合力才将怪婴的双手用铁链绑住，拴在了手术台旁边。当人们制服完怪婴并将女助手送去救治后，才想起了躺在手术台上诞下怪婴的可怜女人。这个女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待众人查看时，她早已离奇地死在了手术台上了。医生随后将女人解剖进行尸检，发现她竟然只是剩下了一层皮，内脏似乎全被大头怪婴吃光了。由于怪婴实在是恐怖，于是派了一个年轻护士去给大头怪婴清洗。但更加让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护士在清洗时赫然发现大头怪婴的褶皱之下居然隐藏着密密麻麻的眼睛，而且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清洗护士。该名护士当场被吓得精神失常。从此以后，有关大头怪婴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开来了，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有关这件事的目击者甚少，缺乏实证，所以人们仅仅把大头怪婴当作都市传说故事来听一听讲一讲，等到新鲜感过后就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直至一档叫做恐怖热线节目的播出，才让大头怪婴真正进入大家的视线中。据说是在1999年的某一天，该节目接到一位自称为丁先生的来电。丁先生向主持人讲述了自己曾目击大头怪婴的诡异经历。他说，大约在几十年前吧，那时候还是学生，我记得好像是在一个傍晚，放学后我就约了几个同学一起去左至50公园与国家公园之间的空地踢球。当时有一个朋友用力过猛，将足球踢到公园的草丛里。我们当时找了很久，结果意外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个画面。那是一个已经生锈了的铁笼，就在草丛后面藏着。我们探头进去找球的时候，突然间就一阵猪笑声出现了。接着投下来的夕阳，我们看到了一个头颅如猪肉般大，但身子只有3、4岁小孩子大小的大头怪婴，被困在一个铁笼里，不断地发出怪叫。如果只是脑袋大，那我们也不会害怕。最恐怖的是，这个婴儿肤色灰银，身上没有任何生殖器官，头部的皮肤上长满了一只只诡异的眼睛。这些眼睛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怪婴第2天就不见了，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再看到他。
但是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密密麻麻的眼睛。更诡异的是，当天看过大头怪婴的同学无一不发生意外。由于节目影响力较大，而且还有一定的故事背景，所以一经播出后，有关大头怪婴的传说迅速在民间流传开来，名声甚大，甚至一度有香港6大灵异事件之称。2001年上映的电影《恐怖热线之大头怪婴》就是根据这件事改编而来的。这部电影由郑宝瑞执导，吴镇宇、李灿森与何超仪主演。在当时，这部基本没有任何血腥画面的恐怖片，却因为诡异的故事和情节，给不少人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恐怖阴影，堪称童年阴影系列电影佳作。在这里，电影细节就不跟大家一一透露了。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烟斗看电影”，回复“大头怪婴”，获取这部电影的解说资源。好了，我们回归主题。其实，除了中国之外，在其他地区也偶有大头怪婴的传说，其中最出名的非多佛大头怪莫属。据说，在1977年4月21日，马萨诸塞州就有4个青少年在25小时内的不同时间段里目睹了多佛大头怪。目击者描述这外星人一般的生物具有西瓜形状的头，身体像一个瘦长的猴子。多佛大头怪也有非常大的眼窝以及发光的眼睛，但没有其他明显的面部特征的报告。多佛大头怪站立起来不超过 1.2 米，无毛的身体，并具有明亮的橙色皮肤。怪兽档案也收录了多佛大头怪的相关内容，并改编为多佛恶魔一集播出。其外，类似的目击事件还有不少。那么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存在大头怪婴呢？站在理性的角度来看，我认为传闻中的大头怪婴是可能存在的，只不过跟传说故事中所描绘的细节大不相同。大头怪婴事件中的主角应该是患有罕见的脑部疾病而导致先天性的头部肿大，就似印度的大头女婴罗娜一样，一出生就患有严重脑积水，导致头部不断变大，头围一度达到94厘米。再加上当时医学水平不是很发达，人们无法从医学的角度解释这个事情，所以经由人们口口相传之后，故事情节就被夸张化和诡异化了。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最后，对于视频中提到的电影《恐怖热线之大头怪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新的公众号“烟斗看电影”，回复“大头怪婴”，获取这部电影的解说资源。这也是我专门用来解说经典鬼片的账号。好了，本期到此结束，咱们下周不见不散。